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你会不会被那种发生几率很小的事件给左右了判断呢？关于我们会被什么样的资讯给影响了判断这件事情，我们今天就来聊黑天鹅，或者说极端值的参考价值。什么是极端值？黑天鹅事件就是极端值，它的意思是指发生率极小而确实发生的事件。当它发生，它会造成很大的冲击。经历黑天鹅事件，可能会需要我们重建整个知识体系、认知系统，甚至社会系统。就像我们一直都认为天鹅应该是白色的，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了黑色的天鹅，我们理所当然的认知天鹅应该是白色的这样的常识就被打破了。总结刚刚的讨论，黑天鹅事件具有两个特性。第一，它是异常值、极端值，它具有意外跟不可预测的性质。第二，它具有巨大的冲击性跟影响，可能颠覆大众的认知。当黑天鹅事件发生后，人们会注意到它，会事后诸葛它，会放大它的预期发生几率。我们普遍都听过刚刚讨论的内容，都知道塔勒布写了一本《黑天鹅效应》，却很少人继续讨论塔勒布后续的看法。我们只记得黑天鹅事件很可怕，却忽略黑天鹅事件本身具有离群值可能性极小的特征。塔勒布认为黑天鹅事件并不值得我们费心考虑，也不应该改变大家公认的知识。它只表示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天鹅有白色也有黑色，不代表要放弃整个动物学、生物学等现有的知识体系。我们的认知、我们的经历、我们学习过的知识仍然有不可磨灭的价值。那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黑天鹅呢？各位有没有买过保险？我们付出成本，将小几率大影响的坏事发生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。当坏事实际发生后，保险公司会支付保险金，让我们能够将坏事的负面影响降低，以渡过难关。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观念，也就是做该做的准备，然后继续过你的日子。比方说搭飞机出国玩是非常流行的度假方法，旅客会因为可能的空难或劫机这样的极端值，从此不搭飞机出国吗？不会，他们一样会使用这种交通工具。真的发生什么事情，有旅游险。又比方说，如果你骑机车去看电影，等到电影结束才发现钥匙还插在车上，很幸运的，我们的车和钥匙都还在原地，没有被翻。你会因为这样以后就不拔钥匙了吗？不会，你只是一时忘记拔钥匙，你仍然会也应该要采用出门要锁门、下车要拔钥匙的常识行为。这个就是一样的概念，做好你该做的事情，然后继续过你正常的日子。必须说，未雨绸缪很重要，预先准备设想极端事件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做，至少我们不会慌不择路、手忙脚乱，让自己尽可能的保持冷静。我们说碰到事情能够冷静已经解决了一半。不过，虽然最坏的情况、很极端的情况有可能发生，但不应该过度放大它的影响，徒增我们的恐惧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事件更容易发生，我们更要看见它们，不能只看见黑天鹅。就像比起很少发生的空难、劫机，其实在路上被三宝撞的几率更高，你更要注意。走在路上不要低头看手机，而要抬头注意路况，看看有没有三宝乱飞、猴子乱窜，这些才是真真实实更容易影响你我生活安全的日常事件。放大来说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总会遇到各种意外、重大事件的洗礼、毁灭信心的挫折。这些发生的烂事，可能就是你人生中的黑天鹅，是你人生中的极端值，是单次的事件。比较健康的做法是把它们当成经验来看待，设想如何避免重蹈覆辙，下次碰到能够怎么处理。大概有一个副案，有一个准备之后，我们就要继续过我们的生活。永远要记住，生活还要继续，而且生活总是能够继续，不行也得行。我们不能从此活在恐惧里，从此活在挫折里，从此活在这种负面的情绪里面。希望这期对你有一点点的鼓励跟警醒。我是 Byron， 记得3点订阅留言，我们下次见喽。